夫妻齐心，再穷都能发家。最好的婚姻状态就是两个人共同努力，共同支撑起这个家。夫妻就像一双筷子，酸甜苦辣一起品，粗茶淡饭一起尝，一起养娃，一起努力，一起携手到老。千万句爱意绵绵，不过一起磕磕绊绊。Hello， 大家好 ，This is Anonymous，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的直播。各位也看到了，我们身边有两位新来的朋友，我们的这一次的主角嘉宾，从他们身上我们去听一听他们走过一条什么样的路。因为很多同学可能在这个群里也有类似的经验，有时候大家都听我们老师讲，听倪老师讲，那是一个角度，但是我们听听我们的同学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的惊喜、挑战方方面面，那可能就多了很多个不同的角度。那这样我们可以立体的来看打百家乐这件事情，来看这个行业，以及我们从中去领悟怎样可以走向更稳定的职业的玩家，进一步的去学习、去修炼、去转换。学习最后的目的不是说你有很多打法、很多知识，而是我变了没有，就是要变，就这个意思。最终你有没有变，这个很重要。那变了，最终也会反映在结果上面，你的盈利啊。今天就来采访我们这两位同学，各位肯定很关心这两位同学是谁，他们过程中经历了什么，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目前状况怎么样，他们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低谷，中间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他们怎么走过来，今天又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比任何一个打法来得更重要，因为这些都是生命的一路走过来的一个体验，一个历练。这个往往是难以用什么步骤1、2、3、4来衡量，用一个数学概念、一个公式来形容，因为他们是活生生的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接下来我们非常真实，今天也没有任何的什么事先彩排，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像聊天一样。他们说很紧张，上直播一般人都是会有点紧张，但我说没关系，我们就很真实的，就像以往我们采访过很多的我们的同学一样，很真诚的说一说自己的内心里面。所以大家也给他们鼓鼓劲，好不好？用心的去听他们分享的背后去体会，也许你也会有很多的共鸣。说句实话，我就特别期待，因为还有很多问题我很想问他们，虽然我已经问了一部分，他们所讲到的一些东西是我之前平时也很难想到。生命都有它特殊的道路啊！其实更厉害的是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从别人的还有优点中学习，那是最厉害。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不可能一个人就把自己所有的错误都犯一遍。学习就是要快速的学习别人犯过的错，别人的优点。所以各位接下来开展吸星大法模式，我们言归正传，马上就开始了。你们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当初是怎么接触到这一块？我是对百家乐没有兴趣的。因为在我的理念之中，赌这个行为是我在我今生之中，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和他沾上关系的。后来是我老婆进百家乐里边玩，她刚开始是赢钱，后来就一点点变得输钱。我就在想，怎么可能就赢了钱，到后边就没办法赢钱了呢？我就一点点才被我进入到这个里边了。我们先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因为很多同学可能还不知道，他们两位是夫妻搭档，最佳拍档，因为都戴着面具，各位应该能分辨出来，这个是老公，这个是老婆啊。那应该怎么称呼你们比较好？叫我们匿名者夫妻档1号。好，匿名者夫妻档1号啊，好，太有意思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你们在接触这个领域之前，成为职业打百家乐之前，你们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你们之前做什么工作，大概收入是什么样的？当时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是什么？对百家乐啊，在进入这个领域之前，我们两个都是做餐馆，做餐馆。对，在日本餐馆，对，在餐馆打工。日本餐厅打工，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就9000块钱。到1万之间，1万之间，对，这是我们以前最舒适的生活空间。那个时候9000块钱到1万，已经够我们租一套房子，供下一套房子，然后安稳的生活。我也就觉得好像这一生的轨迹就是这样慢慢发展下去。因为我来到美国，也没有其他的知识和能力让我能够
从事其他的行业。自己选来选去，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只有在餐馆而已。也给自己的人生定格了。过了几年，给自己一个想法，我们咱现在再开一个自己的餐厅，这一生就结束了。在我的人生之中，从来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走到，之前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走到这个领域。真正影响我的时候，就是在一个起点。有一次我不小心刷到了一个匿名者团队那些公开的教学视频，有一句话深深的影响了我，一下子就让我感觉就像人受到了一个极大的冲击和震撼。那句话是什么？就是老师打到屏幕的人生的3种状态：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回过头来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我就从中就领悟，难道我平时所抵触还有根本不想招边的一件事情，就是赌它的本身，赌它背后到底代表了什么？我的心里面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好，这个赌到底可以代表了是什么东西？后来想着我给自己一个答案，它能够让我改变我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和我的命运。这一点啊，他讲到这一点，最近我也讲到一个人，那个人叫 Dana White， 就是白大拿，就是那个 UFC 的老板。我之前跟他们聊天，他们也见过他。这个 UFC 的老板，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高额玩家，就赌徒，他很喜欢赌的。不过这个人也有一些特点。提到这个人，是因为他也说过，刚刚跟他这个观点都一样，在赌桌上这个时候，所有的阶级就逆天改命，就全部抹平了。某种意义来说，就在赌桌上，每个人都是很公平的，生命都是很公平，面对概率都是很公平的。特别是如果你打的不多，你就打这时候上帝啊，你是博士，你是小学生，你是亿万富豪，那个白大拿我们叫他当然他是属于亿万富翁，他曾经打过一手100万美金，一个晚上输300万，也有一个晚上赢700万美金，是美金。现在很多赌场都限制他一般一手都打30万、40万美金一手啊，就这样了。像拉斯维加斯，我之前跟他们聊，我说要在这边买房，未来那买房中位数也就40-50万，也就是说也是一手的事情，对不对？百家乐这个领域是极暴利的，但是极暴利也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不要贸然进入。刚刚他提到逆天改命，实际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确确实实给普通人一个机会。这里不看学历，不看我刚刚讲的你是含着金钥匙出生，有钱没钱，赌桌上一律平等，概率之神不会说你是亿万富翁我就给你让你多赢一点，不一定的。这就取决于我们作为玩家，我们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这也是学习很重要的这个意义。大家肯定对他们很好奇，因为这个真的很难得。你们是从外州，可以方便说哪个州过来的吗？从 Kansas City， 那过来要飞差不多快3个小时，是不是？对，时差都有2个小时，到这边真的是很难得。昨天晚上刚到，那个时候你们对百家乐、对职业玩家这件事情，你是相信吗？还是怀疑的？是开始的状态，我根本没有觉得这个世界上会有一部分人会来打百家乐当职业。不是、我根本不觉得会有。对，如果我觉得会有，我也就有所领悟。在我心里头，我也不会觉得最开始的状态，我也不会觉得人是可以靠以赌为生。以赌为生，这简直不可思议的。就是对，我想都没有想过的。因为我觉得人一旦接触了赌的行为，他的人生给我一直心里面的一个烙印，固有的烙印。就直到我听到了你那句话，我才重新去思考，我赌这个字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贬义词？它之所以变成了那个词，全是人赋给他的。因为这个人接触了赌，他变得倾家荡产；因为这个人接触了赌，他变得妻离子散。所以人们谈赌色变，没有人在相信赌可以给人带来好的一个生活。想到这个赌的问题，我就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在上帝创造出来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做，可以随便玩，但是你不可以碰一样东西，就是苹果。好，现在我重新在思考赌这个行为，好像我内心也会告诉你的一生你可以随便选择职业，但是你不可以接触赌。
给我有这种啊，联想到一起的感觉。后来我就重新审视，其实赌本身没有任何的含义，只有你赋予它了，它才有了含义。这是我对最刚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理解，我的心态调整到了接受它了，不是说你强行的接触它，而是在你心灵上你容纳了它，你知道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我的一生，我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来够让我有能力真正可以帮助我身边的人和家人。这是很大的转变，就从一开始觉得这个完全不太靠谱，后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顺便也讲一下，他们加入这个会员已经将近2年了，实际上接触的时间可能还更早，但是我们从后台看到他们的会员记录，我昨天还专门问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已经将近2年了，好像是2024年，具体的时间我也不忘记了。知道很久。他最开始实战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在我有这个想法，想去那里面去尝试，去改变我命运的时候，我有3次机会，可以说给我打入深渊的一个经历，让我变得我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把我手里边能输到的钱，我都已经能拿到的钱，都已经送到了赌场。那个时候我都感觉我自己真的可以成功了，我能够真的驾驭了百家乐这样一个领域，我的心智让我做到以后稳定盈利了。其中有3次我已经都接近于信仰崩溃的边缘，坚持不下去了。有3次，对，我觉得如果一个新人你刚接入到这个行业之后，你一定要体会这个过程。如果你没有体会到这个过程，你的内心你不会有一个你想法的转变和你真正的一个觉醒的一个机会。只有你经历了这种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重新相信它，一点一点的来修正你自己的技术，让自己一点前进，才能够一点点的往上走。人就是这样的啊，古人也是这样讲，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啊，比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教人是教不醒的，有时候会被痛苦唤醒。人要自己要去经验，光学习，有时候从字面上、从表面上，有时候很难真正把一个人给弄醒。你看，很多同学都在说了，感谢匿名者夫妻档分享经验，加油，老师好，同学们好，夫妻团队，这就是夫妻团队。其实我们群里不止一对夫妻团队啊，但是我们都叫匿名者。我也想问一下，你们2个人因为这样一起走过来，最困难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不可以说一些细节，或者某一个情景，当时是怎么个走过来的？你们夫妻这个过程中陷入困难的时候，难道不会闹矛盾吗？你们怎么走过来？有争吵了，就是说，好像，但是也没有太大的争吵，就会讨论说，好像这条路走不下去了，因为没有看到希望。我是好像2次还是3次有想要说，放弃了，就是说我不进去赌场，你自己想去，我就去再找一个工作，觉得没有希望的那种感觉。对。各位可能也很好奇，之前有讲到这个先生有讲到，原来在餐馆工作，你们2个人都是吗？都在餐馆吗？对，我们都在餐馆上班。那是不是？那后来什么时候辞职的？大概什么时候？就全职来做。各位知道，他们现在是全职来做职业玩家。在我决定放弃了正常的职业，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大概是1年半左右。差不多。就是1年半左右。1年半左右了。我们发生的那种人生的最低谷，就是在我们失去工作的时候，我们断了收入来源，我们还要想尽办法去那里边能够赚到钱。但是事实上，因为人都有个过程，那样的阶段，他没有办法让我真正的实现盈利，所以只能体验到那种极端的痛苦和无助。手里我不怕大家笑，手里最低的时候，我们2个手里能够拿出来的现金只有300块。300块。对，我们还要面对月底的房租、月供，对，要交房费，对，房贷。这种时刻，我还要拿着这仅余的300块钱到
进场去完成我的目标。哇，这个压力真可想而知我经历了什么。各位能想象？对，所以我说要问一些细节啊，各位有听到啊？那你觉得最先这些，比如说，那肯定遇到困难，肯定是就不怎么盈利，会有亏钱。那你后面慢慢什么时候大概开始转向盈利了？到底是什么问题？是执行的问题，还是心态？可不可以具体说一下？你是怎么就从亏钱到慢慢走向稳定盈利？这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怎么转变的？至于赢钱和亏钱，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路走来。其实我从最开始我就用了自己掌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方法，我能够做到赢钱的时候多于输钱的时候。之所以我一路走来还是在亏钱，因为我输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输的金额。当有一天情绪上头了，想复追了，熔断的自己就会出现了。因为那个时候心态还有我掌握的方法技巧还没有能够让我能够驾驭那种状态。人一旦在赢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掌控得到，很多人都能做得到离场或者是离开。但是一旦在输的时候，就会想着复追，想着把今天的损失打回来。一旦有了那样的情绪，再碰上当天的牌性不允许你，他没有给到你那样的机会让你打回来。但是当时我发现不到，我只会在想，今天我如果再输了，我月底的房租我交不了了。我要咬着牙把它打回来呀。但是事实上不是你想咬牙它就能够让你出现正结果，往往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副结果出现了，本来3000止损位变得1万了。所以那个时候一路起伏都是这么过来的，都能感受到这种艰难。有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或者说你开始觉得打百家乐好像真的看懂，而且觉得自己打的方式跟以前好像有点不一样了，这个比较有标志性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我是不是突然懂的？我有几个阶段。我刚开始在打的时候，我是没有记我自己的手数的，我只是按照我的喜好去打。这是我最初级的阶段。然后打着打着，我发现它好的时候可以让我，但是这个训练是一定的。因为什么？这个过程之中，你会对牌性的理解，你会对牌性什么样的牌势，你打下去了给你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是一定会复盘的。在最初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这个概念，当你出现负结果的时候，还有出现正结果的时候，我都会去复盘，我是怎么猜中的，我是根据什么判断这一手让我得到盈利，反观是我是怎么猜错的，为什么这一手我的判断会出现了一个负结果。好，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定了手数，也没有定了时间，一点一点的积累，这样能够理解牌性的一个过程和经验。到后来我发现我出手次数多了，因为我们有记录交易的，我老婆是负责记录我每一天的每一手下了多少钱，这一手中了还是输了，遇到了什么样的牌型，每一天的重注要出现几次。我说的重注就是比基码要高出去6倍，比基码高对我来说就算是重注了。对，基码1、2、3基码都算是平注，基本注。一旦超出5、6倍的注码了，就变得重注。我们会记录我一天下了几手重注，这个重注我判断的成功的有几次，失误的有几次。好，我们2个回家，我就会每一天晚上只研究我重注的时候，我是根据什么让我能够下出这一手，明天再遇到同样的牌势，我还会不会这样选择。走下来之后，这个阶段也维持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后来我发现，因为半年下来了，我们的资金没有增长了我就发现我这个方法行不通，我要做一个减少手数的决定。最开始我是慢慢减下来，每次进场我只给自己10次出手的机会。10次出手？对，10次出手的机会全力交给我老婆。一旦我10手结束了，我老婆就会叫我离场。我会记录这10手，对，这10手我到底猜中了几手。但是那个时候我基本上都是1个基码和2个基码的打，
没有往上翻的，因为我要考验我的成功率。因为当你减少手术，那一定考虑的就是成功率了。10手坚持了一段时间，发现还不行，我最终减到了6手。我每次进场只打6手，只打6手，对，只打6手。但是在这6手之中，老师经常讲课提到，我经常听您说一句话，就是不要把机会放在某一手，你要放到一片的区间。我明明深刻的领会到，我不能够只打1手，但是我要坚持，因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知道什么样是真正的好机会，我知道更多的领悟了它的排性的走势。根据我平时老师说的，它符不符合单边跳跳法？它符不符合单边轮流法？把所有的那些神经元集中到我的打法里面去分析了之后，我再做出决定去判断那一手下出去那一注1/6次的机会。回过家里面，我再重新的每一天复盘，我今天的判断是根据哪一条判断的？我有没有带着我自己的情绪？我有没有在我前边一手输了，下边一手有一种冲动想追回来的一个复追的一个想法？我的心态是不是平静的？我从之中不停的审视，不停的调整我的心态。我发现我的心态呀，经常会因为我的赢我不会起波澜，一旦我连输1手到2手的时候，我经常会有波澜起伏的。就心态不再平静，判断的方式就不再追寻我绝对的机会，我就会在我感觉有机会，我就有一天就会想出那一手。对，就会把情绪融入到你的决策当中。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情况，千万注意，指挥你筹码的永远是你 awareness 清醒，就那一份清明。时间长了，你要学会，你要承认自己，我们都会有情绪，所以。刚刚有没有听到这个很多关键？你看，这些都是很有效的方法。6手之前不确定的原因，不稳定，盈利不稳定的最大的原因，如果你总结一下，那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心态，最重要的心态，还有我对我技术的分析的结果的判断。心态跟技术分析结果的判断，可以具体说说吗？心态我当天。赢的时候都无所谓，都能够掌控心态。输的时候有没有在心里面有急躁的情绪？当急躁的情绪产生了，你会自然而然的想去抓住一些机会，但是其实那些机会是你平时平和的时候不会去触碰的。好，第二个就是技术。好，我只看到了一个单边望式，但是我没有看到了它可能会到了一个电视器。这是我技术层面，因为我只看到单边望式，我只观察了点差变化率，但是我忽略了最重要的它的排性、它的走势，还会不会再继续的？就像你前一段写的抛物线，是在上升期吗？其实它都已经滑到底部了，但是我还当做宝一样，还是按照单边望式的去再打，这就是技术关不过了。各位，他刚刚讲了这个细节观察也是很到位的。我们人就在这个判断的过程中，并不会面面俱到，因为这个是需要一个人的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百家乐就是一个技术上来说，其实也蛮复杂的地方，有时候要多元角度同时观察。当然，你熟悉的时候也很简单，但人要保持在这样可以观察、可以看得到的状态，这是至关重要。接下来，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你们每天开工是怎么打的？一般你们什么时候去？你们当地赌场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大概比如说，桌子多吗？你们一天打几次？等等。我们那个城市堪萨斯城赌场没有几家，给我能够让我经常打的地方只有2家赌场而已。这2家赌场又特点分明，有一家白天人多，有一家晚上人多，就是 table 赌。我会选择白天开 table 多的地方，因为让我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不用等待那么久。所以我一天只打2场，每一场第一场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上午10点开，在吃中午饭的时候结束。下午的时候我会回头补个觉，在我睡觉这个点是完全一致的。我一天之中其他事情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一定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让我有个缓冲的时间。最好的方式就是睡觉，哦一觉醒来又是一个元气满满的一个精神状态非常满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走进去。带着这个状态再走下一场啊。然后下午的时间就是很灵活了，基本上都是吃完晚饭。对，因为我们有2个小孩，要陪他们过晚餐的时间，他们快休息了，我们2个再重新出来，大概都是7点多到9点多收工。平均一天的时间，正常的都是2个小时之内。2天的开工时间，明白。这边问一下，你们小弟弟小妹妹，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太完美了。因为我自己一个人老师，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有孩子的时候，我不会让他不疼，我一定要生2个。你是独生子女是吧？你太太呢？我也是。也是独生子女啊！你们2个独生子女，下一代就不要独生了。是我有这想法，其实我老婆她不想这么快有小孩。都是我自己的私心。恭喜你们，太棒了，这个非常重要。各位可以从侧面可以感受到他们夫妻的生活。你看早上第一场一般10点多，第2场下午还会睡觉，第2场晚饭陪家人，可能帮助小孩吃饭这些事情过后，你们也安心再去工作，所以时间也不多，就2个小时。这个状态。对了，各位是不是有些人打的太多了，时间太长了，整天都在那里啊？对。就有很多外面的，我先说主流社会，我上次直播也讲到，因为他看到的赌徒大部分都是输钱，各位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因为这个赌场能够长期屹立不倒，前提就是它是盈利的。那盈利这钱从哪里来？那肯定要靠赌客输钱来。好了，大部分赌客可以说是99.99%，大部分都是输钱，所以主流社会只要一提到赌博，一看到那些赌徒，一问。大部分赌徒都是输钱的，所以他们就主动的把赌博就等于失败者的行为，因为都是输钱的，于是居然是失败者，所有只要你接触赌的，他都给你贴了一个负面的标签，你就是个失败者，所以潜意识当中对赌徒赌博行为都是负面的。所以我在想，那你们夫妻2个人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因为我之前聊天，他们原来有2套房子要供，那要兼顾这个家庭，是不是爸爸妈妈也过来帮你们带小孩？像你们来拉斯维加斯，跟孩子谁照顾？我妈是在这边，你妈妈在这边。对，我丈母娘是在。你妈妈过来，对，我妈妈。你妈妈家里人对你做的这个事情，他们都对你们夫妻俩知道吗？好，现在我就说，这边的我妈呢是天天看着我们2个。所以一路走来，对，一路走来，但是老一辈人的想法肯定是没有我们这么奔放，这么放得开。我好的时候他就跟着开心，我不好的时候他就跟着担心，完全是跟着他的情绪，是跟着我的表格的输赢成正比的。但是他相信我的一点是什么？他由始至终只是相信他儿子不会做一些出格的事，他知道我是脚踏实地的人，但是我走上这条路，他是没有预料到的，没有预料到的是。但是我国内的丈母娘，她是看不到我们2个在做这件事，所以她虽然表面上也是支持的，但是我可以读出来她内心之中的担心，因为天下的人对赌这个行为都是一致的判断结果，对，没有其他了。对，基于对儿子的信心，这个因为母亲反正形式不重要，你看母亲都抓住了这个事物的根本，就是排性啊，我就抓住了这个就本性啊，所以我就觉得看人也好，看牌也好，都要 meta。这个时候，特别是家人的这个理解支持这一点，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也在想啊，否则这条路怎么走啊？其实我今天准备了很多问题，我刚刚忽然略过了很多问题，没关系，有些他们已经回答了，也讲了。比方说，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决定要全职做这个？而且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当时肯定有很多压力，是吧？那为什么你们就敢做这个决定呢？这个是因为我以前访问以前我采访那个汇豪在拉斯维加斯也是全职把家族的小生意都放下。全职来做，就每天带1万块钱，我都觉得这是非常勇敢的行动，因为不像我们不一样，我们团队里参照物有前辈，对你们来说可能这方面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之所以我下定这个决心，我也想给一些新进来的师弟和师妹一个指引的方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想，你一定要深刻的思考一件事情，你怎么样看待这个赌，你怎么样给赌这个字添加一个含义。因为我在我心里是我落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信念，因为我相信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改变我的命运。我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今生的未来的命运，我才能够由我来支配，来改变它。如果我再回过头来做我正常的职业，那么我可以看到我一生的发展。我没有办法做到可以让我自己能够掌控我命运的机会，我做不到的，因为我只能用时间来换一相对等值的价值出来。但是如果我进入了这个领域，我相信它，我会成功，那么我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我可以做到很多我平时不敢想也不敢去做的事。所以每一个新进来的同学，首先要在心里边建立一种信念，就是你相不相信赌这个行为。如果你内心无比的坚定相信，不是盲目的说我就凭着一腔热血我相信它，不能。你要问你自己内心深处，深刻的一遍一遍的去询问自己，你相不相信赌这个行为，你怎么样给它做一个定义。当你想清楚了，你心中有信仰，你就不会再怀疑了。那你对赌的定义是什么？到目前为止，你对赌的一个看法，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定义。等我深刻了接触这个行业，我觉得之所以是赌这个行为，它最根本的最终极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改变你自己。改变你自己。对，哇，其实人生的终点就是改变自己的过程。你能不能战胜自己内心的弱点，你去改正它？你能不能战胜你内心错误的习惯？比如说我平时就是爱冲动，好，那么我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控制我冲动的行为，我能不能做到？还有，其实刚才我一直想跟你说，老师，人生的最终的我想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我想达到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形态是什么？我希望我坐在这里，在跟你和天下所有人说话的时候，我说的每一句话不会掺杂着任何的谎言。这是我对人生最终极的一个我想达到的一个状态。你可不可以详细说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感觉？刚刚说不会掺杂着任何的谎言，这是什么意思？好，我打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一个比方，我平时有的时候教育我孩子，好，我为了不让他做一件事情，我会编造一个谎言来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好，原来我会很容易的说出了一个能够让他相信的谎言，但是现在我接触久了，我在接触赌这个行为之后，我发现我做法是错的。因为什么？我是在用一个谎言来让我的孩子去相信他。那么我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我不需要用谎言。那你就以身作则，就等于做出来。对，我做任何事情，我在我的内心不再有谎言，这是我那完全是身心一致。对我内心的想法，自信我就能够说出来，完全是我心里的想法。我不会再掺杂着一些来达到我说话的目的。你对自己有很高的这个要求。对，我原来没有，我接触了赌这个开始，我才会慢慢的，我就慢慢的就像老师你说的，人就觉醒了一样，想法就和平时不一样。讲到这一点，这是很深刻的。各位，确实我能理解到，其实我们人在这个社会当中，特别是传统的很多工作，都是我都有两个我，一个白天上班工作，你要带着合法的表情适合的仪态，或者大家共同认可的一种状态。实际上，你内心当中你很难活出真正的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也在研究，比方说像我的小女儿，她晚上很晚了还在刷手机。其实我理解她，比如说孩子他妈可能就会说，哎呀，赶快睡觉啊。其实我觉得反而要给孩子一点时间。其实那个时候他是真正在做他自己。
因为白天都做不了自己，各种要求，所以人有时候真的很难，就好像他喘口气我理解那种感觉。当然，很少有人对自身的会有一个比较高的看见。我觉得我们这位同学还是对人生、对自己有一个比较 awareness， 就比较有一个觉知，这个是很宝贵的。我觉得这个很难得，真好啊！那你们全职之后，你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你们全职就跟以前工作都放假啦，全职做这个，比如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比如时间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有一种我完全的自由解脱了的感觉。我不会再被社会所束缚，这是确实我不很大不一会再被样这个世界所束缚。对，我不会再应和世界的要求来做他们所要求做的事情。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完全的自由。其实做交易我们做打百家的成为职业玩家，其实终极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就是他刚刚讲到了自由这两字无论是财务的自由还是精神的自由，其实终极的就是这两个字。我们再也不需要去应付传统的工作，你肯定有很多不得不的行为，就必须要去应付。现在我们就可以每天穿得很休闲，几点钟起床就几点起床，下午睡个什么觉就睡个，这是一种完全的自由。你们觉得全职跟兼职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全职跟兼职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自己的领悟，它是一个完全两种状态。对，当你人做兼职的时候，因为你的身心还是对着传统的事情有所牵绊，你没有把你的身心完全投入到一个你向往的一个地方，它会左右的拉扯。所以我觉得，如果人可以想通了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做全职的。那你们两个人一起做，有没有一些分歧？意见上的就你们是怎么有什么分工的吗？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冲突吗？一路走来都是在头破血流中度过的，真的吗？简直是冲突不断。你们两个人谁情绪化多一点啊？我猜想，这家就是你啊，就是头破血流、冲突、情绪化一些，比方说具体的一些现象。我跟我老婆就说一句话，我说我进入赌场那一刻，没有人再能够影响到我的心境，不会让我的心情起到任何的波澜，这是我现在的状态。因为我一进去之后，我就会让自己完全的平静。我说，如果有一个人，那么就是他了，因为能够让我起波澜的只有他而已。我也不想去把这个情绪给它剔除掉，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需要历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情感。因为如果我对我老婆也就是当做一个赌场的一个机器来看待，那我还能对他有感情吗？所以我特意的把他留在我身边，只有他能够让我的心态变得不再平。他随便说一句话，我的情绪就上来了。一旦我情绪上来了，我的判断就不再精准了，我可能就会意气用事，这手本来不应该打，我就要打给你看。结果那一天就会不好的事情发生。通常发生最多的事情都是因为这个而起的，就是因为这一点。那如果一个人状态不好，那另一个人会怎么做？比如说你状态不好，或者他状态不好，那另外一个人你们通常会怎么做？一个人上头了，对，在遇到状态不好的时候，现在我已经心里边很清晰的知道，我什么时候要上头，能够知道。原来我上头的时候，我自己不自觉，只不过自己觉得这一手肯定有了，我就下去了。现在我知道，你需要暂停下来，你需要在赌场稍稍的走一走，上个厕所，去打一个饮料，去喝一下，重新的思考，我刚才的判断是基于什么？我要不要把我的心态重新平静下来，然后再重新去打？然后我会给自己定一个最狠的目标是什么？这一手如果值1000，如果我平和状态下来回来之后，我一定会打100。中了我就会觉得我这手判断的很正确，我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可惜，要自己在心智上能够打磨出来，让我能够达到那样的心智。我看一下群里，夫妻搭档谁说的算？赌场里怎么分工？这同学问的，你来说看，你们谁说了算？我老婆说了算。老婆说了算。因为每一天的第一个止盈的时候和止损的时候，完全是我老婆决定的。到了止盈的点，
他就会跟我说走，到了止损的点，他也会跟我说走，跟交易核心的金钱都是他掌控的，跟交易核心的金钱、财务方面都是他掌他控。止盈止损都是来完全由他分配的，过程是我来打的。好，一旦哪一天我到了那条线了，通常都是止损线，那么我一定要接受这个结果。对，你没有接受，对，非常好。男主说话声音很像歌王迈克杰克逊啊，迈克男主，你看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你们在每天打的这个过程中，你们两个都是一个成长和进步，每一天都在成长之中。如果你对那些刚加入的1个月、2个月的这个同学啊，如果你要说一句话，你们会说什么？就刚加入的同学，你要说什么？对新人，我只有一个忠告，不要有一个幻想，就是老师说了一个方法，你去那里边执行，就可以让你做到这一手可以赢。真正能够让你稳定盈利的是，你能够把老师的12套打法完全的学会，然后融会贯通，变成你自己的一个特有的一个打法。然后你再根据这些12种牌性的演变，同时再去判断适合你自己的那种最有可能让你赚到钱的机会。对，我觉得这个也讲得很好啊，还是要结合自己的习惯。就像我喜欢打单边望式，而且单边望式里面的连，就像小弟他就喜欢打跳会打得多一点，打的信心更足一些。那让我打跳我就下不下去了。我就觉得打连的时候，重注基本上都是在连的那几口上面。百家乐本身就是一个多元角度去观察，就我每一套打法都是一个观察百家乐走势的一个角度，你不能单一的角度，要比较立体的来看。所以我通常建议你至少要前面有这个5套，至少要初步的融会贯通，再慢慢提炼出来自己能够比较有经验的。也要1、2、3要很清楚，就不要什么走势都打，因为没有人可以是8般武艺样样精通。我再来问一下，你们觉得最难的到底是什么？心态。对，是的，最难的就是心态。你各位再次听到了，百家乐其实打的就是心态，最后百家乐就是一个心态。尤其是在你输的时候的心态，你在赌场里输的时候的心态最难在这儿。尤其是输的时候的心态，各位这个应该记下来，这个重点就是这个心态。什么时候的心态？是输的时候的心态。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提问，各位抓住这个机会。我觉得他们刚刚讲的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没有一个人一开始什么都会，都是有个过程，会经历过高高低低低谷，有时候真的像地狱般的。甚至他刚刚有提到一个细节，就是最后口袋里就300块钱，还要面对着月底就要付房贷。你说这个压力有多大？你想想，他们还有孩子，还有一家老小所以这个过程走过来，这身上的责任，我觉得有时候确实是压力，但反过来，如果你正确的处理，认识到其中转变的契机，你要能够真正的意识到关键的一些问题，有时候责任反而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它会让你在赌场里面就会更有醒觉。不负责任的人往往很难成功，肩负责任的人反而越容易成功。就像我经常讲到，我们团队小 A 也是一样，买了房子之后，他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责任，对不对？所以看起来有些压力，一个人要对自己生命要承担责任。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出来。这条路不是普通人都可以走得通的。如果这个人不能真正的学习，不能沉下心来，那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学习，真正的沉下心来，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面对特别是输时候自己的心态如何调试，如果他真的能够沉下心来去体会这一点，那么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可以走向成功。他说：“同学，你们目前打的基本码是多少？每天只赢多少呢？”好，我跟你说一个最准确的数字，我们每一天全天的盈利目标目前是5000，每一场的盈利目标是3000，每一场盈利目标3000，那已经蛮多的。我上次还以为你们只是1000而已啊。是老师，对，上次确实，但是我们最近跑上去，因为我不给自己一个我喜欢做到极致。对，既然我1000能够稳住了，我就想，我知道这个过程
你会深有体会。因为如果是你来给我出主意，你不会建议我直接跳到5000这一档。是，我觉得你不会让我这么冒进。对，我是倾向于保守的一直。但是我会给自己直接调到了5000，因为什么？从这个过程，我要不停的去打磨，我在5000这个线上的我的驻马的情况，我把握的机会，我出手的机会，我止损的一个空间。我告诉同学我自己的一个行为，我的盈利是3000，但是我的止损我告诉大家，我的止损是2500，止损2500，盈利是3000，盈利是3000。好，这个是根据个人而定的。我知道有人会说，怎么会定这样的一个目标出来？对，就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说到这个，我们认识老师这个经历特别的奇特，因为我们在上一次来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们一路所想的一件事就是什么？这一次去寻找老师的足迹。所以我们来到拉斯维加斯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来玩和其他，我们只是奔着一个目的来的，就是希望能够在哪一家能够见到老师本人。因为我想，我既然走上了这条路，那么我一定要在我此生之中，一定我要想方设法见到我心中的人物的一次，哪怕一次就好。所以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我压根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就是吃玩玩，最重要的就是找寻你的足迹。被他们找到了，对，有一天早上我们2个就走，其实我们已经走了3家到4家赌场。当我们走到了第5家赌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来看老师的形象。当我们戴着一个面具的时候，在镜头前，你们能够有把握和能够就是说对分辨出来他摘下面具的时候的人吗？但是我就有那种感觉，因为人有那种强烈的那种潜意识的欲望，我就想见到他。我看到老师的第一刻，就好像和排信建立连接一样，就突然之间就和你联系在一起了。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老师本人，怎么观察，我就感觉我就确定了这个就是老师本人。好，我们2个就找一切的机会，本来是想做到老师跟他说话的，后来一想，那么唐突的说话不好，我就等一个机会，等着老师开口，或者他的一个举动让我能够分辨出来就是他。结果我没有找到那个机会。后来老师旁边的一个赌客就离开了，我说这下完了，终于有机会可以坐到他旁边，让我耐心的观察到底是不是老师本人了。结果我坐下来之后没有打几手，老师起来了结账走人了。我说这个机会没错到，因为我本来是想相认和说话的。好，这就错过了老师。老师走了，我也就没有再打，因为我的目的不是打牌。他走了，我俩也起来去里边换钱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副好牌，不知道那天你有没有这个印象？我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当家老师，对，我就坐在那里了。但是那个时候虽然我坐在那里了，但是我没有动，因为我希望什么？说老师也看见这个牌，也过来说几句话，因为你那个时候在换钱。你换完钱，你确实走过来了，但是你看了2眼，你就又离开了，你根本没有在想要留下来的那个举动。我又错过了唯一的机会。那好吧，我就打了2手，把我在外边输的2手也打回来了我也就走了，因为没有心思打牌。然后我就跟我老婆就觉得和你已经错过了，没办法，就擦肩而过了，就擦肩而过，很遗憾，明明这么近，但是就没有敢相认的那种感觉。谁知道世事的安排就是这么巧，对，我们2个出来了，就随意的往右边一走，老师就坐在老虎机旁边在刷手机这一下子怎么样判断出来？不但刷手机，被我老婆瞄到了，你就在刷大群的一个留言，就在看大群的留言，这下我们就100%确认了，就跟老师相认了。我回头了好几天，我还在想，真是错过一个镜头就错过一生，因为我知道错过这个机会，再有机会我们来到拉斯维加斯，老师也在这个城市的机会会有多小？对，这确实很难，确实很奇特。但是这也说明啊，就像同学你看说朝圣之旅，他说你心里想着这个事情，你只要
愿意，你有清晰的目标，愿意往这方向去走，你所有想搞明白的，所有你需要的，其实都正在路上，都已经为你准备好。来，还有同学问了，他说：“嘉宾同学，你们现在盈利保持多久了？谢谢。”保持多久了？好，我们两个从下定决心在走这条路，大概已经是2年多了。真正盈利的时候，我们不输钱的时候，10月到11月份开始，才真正的实现我们不再亏损。1个星期可能会亏，2个星期也有可能亏，但是2个月算下来，已经是在正结果之中。那蛮好的，你有半年左右了，已经。对，之前的1年都是在亏损，就是其实几个月都很好，唯一的就是输的那个月是2月份，过年的一段时间。过年的时候，本来其他的起头起的很5000多，但是我们也很开心了。对，因为就20多天，但是对2月份时间特别短。对，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从1号到10号不到，我们两个已经付了2万。嗯。然后从10号到结尾的时候，成功打回了1万。哦，走好了，我们很开心，就是很开心那1个月的表现，因为战胜自己的恐惧的心理，能够按照自己的交易节奏和计划一点点再重新再起，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如果在输到那个数字的时候，内心一定是想着要追回来。对，这是个关键的事。对，当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一定要努力的去克服它。非常好啊，各位，如果你们会听，应该听到这里很关键的，因为人最难的就是在输的时候，很多人一输就会连输啊。各位一定要知道，我们说的稳定盈利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说你就再也不输了，偶尔也会有输的事情会发生的，有某一刻也可能会发生，但关键就是你怎么把它扭转过来，能够保持到节奏不乱。你现在觉得自己跟你还在餐馆工作的你觉得自己跟之前的状态最大的不一样？如果让你总结一下，自己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全身心的不一样，全身心的不一样，怎么说？对整个人生的轨迹，对待事物的看法，都有了，就是感觉是颠覆性的变化。颠覆性的变化。对，好像我平时认为对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够找到它另外的一个方向。我平时认为错的东西，它也不一定是我认为的那样。就是身心都每一天经过地狱式的打磨，每一天进到赌场真的都是一个地狱式的打磨，自己的对，是地狱式的磨练，因为你要随时掌控你的情绪，才能要接受你自己失败的结果。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好多人都会在这一个问题上停滞不前。从你的角度啊，你觉得这个行业？还有对你的老公，你觉得他身上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现在我是觉得我们越来越有信心了，越来越有信心。输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我们可以走出来。有可能哪一手牌我们可以输的再少一点，可以再进步一点，但是信心是有信心，对，有信心。我基本上12套，我已经学到11套，在新微笑打法这些打法，我每一个都有看。我自己喜欢的旺式和单边旺式升级版我都有反复的在看，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操盘手，我没有那种先天条件，我这个人容易会被情绪左右。我觉得这个是说，不管你怎么在学，你还是看不清。有的时候我偶尔会出手几次，他就会说这个是在辨识的期，正常如果是他的，他不会买的，但是我就看不到。已经在编了，但是我还是按照他当时的单边旺式的，我以为是还是庄旺，他说他已经过后他才跟我讲，当时他不会去阻止我。对，他的优点就是说，他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尽管他要开车开1个半小时到一个赌场，到了他的目标，他就会停了，他不会管别人，他就会等着其他的朋友一起，可以等4、5个小时，到半夜他们在一起开车回来。这点他不是1、2次，而是特别久的时间。非常有耐心。我记得一次他自己算数的，有一次他自己开车1个半小时去了，他不知道就怎么算，第一手牌他自己算出来90了，
他有压50块钱，就1500去饭钱就开回来。那个时候把数字，对，我喜欢研究数字，因为那个时候我压的很小，都压到了。今天运气很好，我要多赢一点，他就不会，他就刚到5分钟饭前出来开车就又回来了。这一点对，他的心态比较好。如果就算是之前他就跟我说你不要慌，他说我的心，他说可以打回，等机会不要。我这状态挺好的。他的缺点，我现在还没有想到。我是说在赌场里的缺点，我倒没有想到他有什么需要，就有可能是我看不到而已。因为我就像是我们3个人的就是1、2、3这种，所以说我看不到你们2个人的缺点这种感觉。对，他在赌桌上就是这句话，我来总结一下。他在赌桌上是找不出一个缺点，但是生活中的缺点一大堆，可能是这样。这就对了。职业玩家一天24小时，我们只要在赌桌上那一段时间保持绝对的100%的最好的状态就够了。对于这件事情来说，那已经做到极致了。这倪老师有个态度一个男人或者说一个人怎么说，就抓住了主要的部分，能够肩负起这个责任，其他的那不叫缺点，那叫特色，个性都是这样。人生我会觉得从你们2个人的相处，每次都是一起来。你看这个一起来拉斯维加斯，因为你们的行为、你们的做法，这已经把一切都说了。就你们2个当然很羡慕的状态。我一直觉得就像神雕侠侣一样，就夫妻一条心，泥土变黄金，这是天下最坚不可摧的团队。尽管我之前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讲到，他说其实夫妻搭档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好像我跟小 X 这样的搭档好像很完美。实际上夫妻反而有时候因为太熟悉了，就像之前我聊天的时候，老婆也讲到，她说有时候明明她是要该做风控的事情，但有时候就忍不住就想替丈夫操一下心。比方说本来不该开放的资金又拿出多少钱给老公，来再继续打老公要收工走了，他说来继续打。反正我之前聊的时候我大概是了解，我顺便跟各位补充一下你如何资金规划，进场带多少，资金怎么规划，进场带多少，你带止损位吗？还是把本金带上，还是怎么样？目前是怎么弄的？在我做不到的时候，我一定要带止损位的钱，因为我知道当我有一天带了多的钱，如果我发生了那种非常焦灼的时候，我要濒临到止损位的时候，我会忍不住的动怒。那是我开始的时候，但是现在我能够做到了，我反而要多带一点，因为我要检视我今天真的到了止损位，我能不能守住我自己的本心。如果我做到了，即使今天我输到了止损位，我回家之后我会很开心，因为什么？我没有动用另外的钱，我又成功的战胜了自己。对，这是很实质的进步。你也看有长期主义，看到自己能力的成长，而不是眼前的盈利。要说具体的数吗？可以说。可以啊。对呀，我们一般市场都有揣过1万多，1万3、4吧，这个。1万3、4。对，但是我们每一场每个人只换2500，我的2500就是在我的面前，他的2500就在他的手上，他就到处转去打。如果他的钱数没有，那我们就走，这一场就结束。基本上现在是这种状态。你们这样，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们夫妻这样的配合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很多赌客的问题都是管不住自己的手，都是任凭自己情绪飞舞。你看那个白大拿，就是那个 Dana White UFC 老板，今天我们在的这个赌场，他也经常来这里，他赢过，有一次就赢了120万美金，就在这个地方，就一场就赢120万美金。他打的比较大，他是打30万一手，40万一手，就都是这么打的。我为什么提到这个白大拿 Dana White？ 他是很有目标感，他下的比较大，每次比方说他打7万5一手，就打2手，一般赢2手有个15万以上就走了。对他来说，你说让他赢个什么几千块钱，那实在没什么感觉，因为这个背景不一样，因为他是亿万富豪，他身上有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就打那么几下，赢了就走，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而不像很多赌客没日没夜的就一直都在那里。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各位我们采访这些优秀的同学，从他们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闪光的东西，一些特别的东西，就
第一次给我的接触到现在这个印象，他们是属于知识型的，特别老公特别会观察，也沉得住气，有耐心，再加上夫妻互相理解支持，我觉得这些都是分不开的。任何事情能够成功，或者有些人做的不好，背后一定有原因，各位一定要去看这个原因是什么啊。我经常说条件端一定要对了，结果是自动出现。圣人为因，凡夫为果。我们的孤勇者同学说，每一场目标3000，机码一般是多少？打的时候会不会机码起伏很大，还是用比较单一的平注？我每场定3000的目标，目前为止。我跟大家说，刚才我老婆说了，我的止损位是2000米。其实我可以说，我的注码老师要求的目标，我没有一个严格的上限，也没有一个就下限，当然有，你们赌场规定的。通常注码的大小都是完全取决于它机会的大小，但是机会的大小就说回来，你对12套方法你的掌握的熟练程度，掌握之后你对12种方法融合的贯通的程度，当你都完全能够，就像一个，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阿凡达》。阿凡达，对，当阿凡达他跟他一个喜欢的坐骑连接的时候，一定会连接一个神经元连在一起。这个我就让我联想到，我是就这么联想的，所以我就说出来，我就联想到牌性也是这样的，它是有很多个神经元。等你去，首先你要发现它，这神经元就是什么？最典型的就是12种方法。好，你把每一个神经元联系到那个牌性上，组合在一起，就和牌建立了连接，就好像你可以知道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好，当你很清晰的知道发生什么的时候，那么这个注码就好的注码就出现了。反观当你变得模棱两可，你看不清楚的时候，这种时候就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其实走到最后极其容易是一个从简单到非常复杂又让你非常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但是等你真的到了那个过程，再把它融会贯通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它似乎变得很容易了因为你只要跟它连通了之后，你的判断方式就不再犹豫不决。所以我的注码，我可能一手会下到2000，我也可能会一手下到50，弹性还是比较大的。这是我目前的到20倍，至少已经有了。对，各位也要吸收，确实是要这样。因为你要赢钱，这个注码如果太过于单一，这个也不是特别好。机会要看机会，刚刚讲到了，机会大那就可以下大一些，赢到就走。同学他说真羡慕嘉宾夫妻，这位同学他说他们早就是会员啦。请问会搬家去机会更多的地方吗？还是继续在堪萨斯 City？ 可惜那个城市的高峰期已经和他的橄榄球队一去不复返了。我不太懂这个，你知道是吧？是，他说你们会搬家去机会更多的地方吗？我们一定会离开那个城市。会离开，但是不是现在，不是现在，因为我们还有小孩，我们2个小孩要等着把他能够完全独立的时候，这是我对未来的设想。我们一定会找一个，要么是拉斯维加斯，要么是靠近这个地方的一个城市，来完成我们接下来后半生的一个旅程。以后就是以赌为收了，彻底这个方向。对了，我前面也讲过，金融交易这件事情是它最高的追求境界自由、财富跟精神的自由。因为各位人生活到最后，其实你说还有什么追求？自由就包含这一切了。我们再来看，他说光明白同学问了，他说你好，夫妻档匿名者，他说请问止盈止损每天的目标是多少？请问你打的单边望式详细判断思路是怎么考虑 ？OK， 其实我和老师一样，我最擅长打的。老师一样也打单边望式，对，结果反馈给我的。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不论打了什么样的牌型，我一定会给他拍照下来，回家我会复盘。当天我打了什么牌型，我长期会做一个总结。什么样的牌型是我赢的时候的，什么样的牌是
是我判断失误和输的时候。好，我总结了很久，我的手机里头没有别的，都是百家乐屏幕的照片，老师。对，可以看一下吗？我给你解锁看一下。有很多这样的照片，太好了。我说我全是。同学回答，可以稍微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对的，就滑动一下就行了。那全部都是百家乐录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哇，这样就是说你对事情的态度，因为哇，真的是你的研究成果会给你一个反馈是什么，会让你知道你打了什么样的牌型，你的当时的判断是什么，它给你的结果是什么。好，我总结了最后，我发现最容易让我赚到钱的极其简单，所以一旦单边望式打出线的时候，是我赢钱最迅速、最轻松的时刻，其次才是其他的牌式。哦，明白。那你判断的思路是怎么考虑的？他问得很细，他说打单边望是详细判断这个思路，你怎么判断它是单边望式的？当我判断了，我目前的判断，当我在追寻了一个，比方说我在看一个牌式的时候，我第一的判断点就是一副牌的牌性。当一副牌的牌性走出来了，他刚开始觉得他的单边望式开始下来，因为比如说单边望式庄弦没有下来过，一下来都是庄了。好，那我们怎么判定？肯定是单边望式要出现了。好，我会结合着我学过的一切方法，我会根据点差符不符合，点差变化率符不符合，它有没有分形孪生的可能性？因为单边望式也有分形孪生的情况，它符不符合数字孪生的情况？它符不符合点差比的情况？它符不符合点差变化率的情况？我会把我一切所学都集中到那一片区域。好，当我给出的结果，我一切的判断都是在指示我它的单边望式形成了，那么我就会毫不犹豫的会在某一个区间最符合的那个区间下一个非常重的注。当然了，不是每一次当你穷其所能，你判断的结果它给你一个正向结果，好，你毫不犹豫的下了一个重注，它一定会给你一个正结果。你明明它各项指标都完美的展现出来了，你信心满满的下去一手了，结果他给你狠狠的打你一下，他变失了，他跳走了。好，这个过程我给我的内心就是一种你人的一个信仰。好，你今天判断错了，明天这样的机会又出现了，你还会不会下同样的注码和同样的那一手？我的答案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我一切的牌式都指示我让我下出这一手，不论让我选择100次和1000次，我内心的信仰绝对不会动摇，我绝对会坚定的去打下去这一手。这个很好，也就是说不会临时改变，所以我们对应该要建立一种你独有的特别的信心，否则百家乐就没法打。我经常跟很多人讲，我说你这手还不下，那你百家乐不用打。就这个道理啊，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应该建立起对走势你独有的信心。我不能说保证每个人都一样，但每个人都要建立你看走势要有些独有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你要赋予真实的行动来反映你的信心。所以他刚刚讲到这一点，他说无论100次、1000次，再次信号方方面面观察共振的时候，那就要勇敢的打下去，哪怕我上一次输了一个大，不管继续打，这就是很重要。我有几点感触，匿名者夫妻档，第一个，老公的性格还是比较稳，再加上老婆在旁边，夫妻一条心，互相配合，这就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对抗风险，他们有真正落地的具体的这些行为有保障了。个人的赌客，我觉得你要有一种观点，最近我在团队里面我也有分享过，我说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看作是你的孩子，你是你身体的监护人。比如说你可以分开来想，手是你的一个孩子，腿也是你的一个孩子，比如说你情绪也是你的一个孩子，比如说你的肚子饿了，他也是一个你的孩子，他总是要吃东西，你是他的监护人。这个感觉是什么？他是你的孩子，你不要去打压他。很多人自律做不好，全然的否定自己，比如说有些赌客输钱了都自己扇自己耳光，那就是在打自己的孩子了，就是你在否定
不，你是个监护人，就像爸爸妈妈就照顾这个小孩一样。那小孩有冲动的，他有需要，不是说你就要满足他，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根据情况要善于引导，我们要引导自己的情绪，引导我们的身体各个部分，他都有。比如我们的多巴胺也是个孩子，他总喜欢兴奋，追求那些当下即时可以满足的东西，那你就知道他有这个特性，给自己设计离场走五大爽其实就是在你要照顾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他有这个需要，他喜欢玩，那你为什么不让他玩？因为他天性就喜欢玩。如果你是爱他的，你是监护人，你会满足他，但是你并不是说无限制的满足你会有训导他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就等我们交易结束了，回去的时候就满足你的要求，所以这样他就会安了，这个孩子就会乖乖听话。我们要把身体里面的各种冲动都当做你的孩子，你是你身体的监护人，这样你跟自律就不再是一个冲突矛盾这样一个过程，而是一个好像你是个大家长，是吧？我自己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不是说我马上就要满足他，我会给他一个信息说好，等一下我们实现了目标多少之后，比方说我们收工之后我们就安排，这个安排也不是说没有条件的，条件他也必须在我正式开战的时候他要乖乖的听话，跟我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因为心理学或者说很多神经科学家也有研究，一个人做决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说只有你的大脑在做决策，你全身心都在参与，你的肚子咕咕在叫，它就在影响你的决策比如说当老婆在担心老公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是一个家族系统，这种担心也会传过来的，互相会传递真的会就人攘外必先安内，就自己自我的管理，要把自己的身体你就列出你身上的至少有10个孩子就像家里养了个宠物要经常去遛一遛的，就像狗狗，你不给它遛，它憋在那个笼子里，那肯定是不行的。手脚一定要动一动，每天都要去遛遛你的手，遛遛你的腿，这就是照顾这个孩子。所以你要有一个训导节制，要有边界感。你是一个大家长，要照顾好你身体里面的至少有10个孩子。你想想看，很多的情绪也是个孩子，多巴胺的分泌也是个孩子，这冲动都是个孩子。你也要发现这些孩子曾经在200万年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他曾经都帮助过你，所以不要否定他的动机都是好的。比方说你身体还有免疫系统是吧？这个神经系统它会报警，其实它就像一个保安，是不是？他也是个孩子，所以你要对你的身心灵方各个层面都要。我甚至以前跟很多朋友都分享过，我说你每天跟自我身体这10个孩子沟通的时候，你可以摸摸自己的肩膀，说压力蛮大或者怎么样，摸摸他辛苦了，摸摸自己的腿，说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么长的路，那么远飞到拉斯维加斯走过这么多的路。所以你的身体你的孩子都收到了这些回应，他们更像一个团队你常常要以这种观点来看。我在前面聊天的时候，老公说到一句话我也特别感动也特别觉得这真好。他说其实他们夫妻之前在磨合过程中其实冲突很多的，有时候情绪上头有时候会发生的，但是老公说了一个，他无论这样他一定要把老婆带在旁边，一直在身边，因为只有这样不断的磨合，他就知道最后他们的团队一定是比天下任何的团队更牢固的那种。我非常的认同，而且我觉得敢于面对错误，敢于面对冲突，我觉得这是对的，而不要逃避你们2个始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所以我们掌声鼓励感谢他们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看一下我们的群里大家还有什么特别好奇有很多又来了女嘉宾说说心得男嘉宾悟性很高，心性稳定，好，这些都是。女嘉宾再说说心得来，你觉得未来路要走得更踏实、更稳、更好，或者说过去这一段时间从比较稳定，去年10月、11月到现在相对比较稳定的这样过来你觉得有什么心得？有什么可以跟同学们特别要值得分享？心得就是止损一定要做好，对你的心态。你在输的时候心态对要坦然面对，不要在我们也好像也有连输2天的时候，对，连输2天还都是输到2500嘛，但是我们就调整心态，第2天白天没有打还是晚上就打，他说
没关系，我们慢慢来。还有我们定的是目标是3天，很难有特别顺的时候，也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我也觉得差不多时候，我就会跟他说今天是不是差不多了？有的时候说他再冲一下，就用零头去冲一下，冲上去就冲，冲不上去就不冲。对，就是说这个止盈没有定的那么死，只是真的是看当时的有没有机会，还是说我们打了多久。对，输钱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位置是止损的，然后我就看住钱，然后我不能出手，我要管住自己的手，我不出手，我不冲动，自己去判断。那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就很顺利，但是如果我动了的话，有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一场的那个。对，这个很重要，定海神针。应该是最重要的。好，谢谢，也谢谢各位长久以来各位你所有为自己所做的努力，最终这个结果会告诉你正确的努力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掌声送给我们。嘿，祝你发财，被爱好运常在。电脑黑的夜的深的心的梦没错，你真的过得